我们台湾民众党也在党团召开了记者会。那这个记者会啊的内容主要是针对说台电高雄有一个叫大林电厂，那个大林电厂电厂里面要有很多设备那些设备啊，基本上为了公共安全，必须要有防爆的装置，就防止爆炸。那我也跟张启凯委员，然后陪着赵之姐，我们一起开了这场记者会当然，因为他们之前啊收到检举的内容有先跟我讲，那我也有跟赵之委员的办公室的同仁交换过意见，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一点都不陌生。因为2019年的时候，事实上高雄大林电厂我有去现勘过。那为什么我会去现勘？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接到检举，说那个防爆接它有个接线器应该是要防爆的。结果呢，那个接线器他请相关的单位，包括工研院出具的那个防爆的证明书，全部都是伪造变造。那当初2019年啊，我揭发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包括那个厂商包括台电全部都骂我抹黑，骂我胡说八道。结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证实我讲的全部都是真的。今年1月的时候，我召开记者会直接讲说，在台电大林电厂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非常攸关公众安全，非常重要的地方，结果上面去安装东元集团安博子公司的防爆产品，根本是不合格的产品。我第一个阶段我提出了他们事实上是用伪造变造工研院的合格证书来蒙混过关的时候，第一个时间点我们台电的发言人告诉媒体说，台电内部有会计监察相关的监督机制，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问题是现实上就已经发生了然后我进一步那一天跑去现场看，这个是伪造变造的证书，这个资料我之前都已经公开过了。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现场安全的状况，所以1月29号我特别跑去高雄大林电厂现场去勘察。来，请董事长先看一下。你们内部针对他所换的东西，第一次已经提出不合格的产品，被发现了以后，要求他必须要更换合格的产品。在右手边，你们南部施工处里面的公文说，必须要查验合格以后更换合格的产品。结果我下去进一步看资料了以后，发现，在2017年8月1号，你们查验之前，4月的时候，厂商就已经全部偷换。而且偷换的产品还是不合格的产品台电怎么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之前召开记者会，我也当面跟你讲过，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会不会太离谱是委员在上一次记者会之后，也跟委员联系过。那台电公司目前正在这个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正在进一步的追查。那目前第一个动作，我们是已经通知到厂商。董事长，对不起到今天你还跟我讲，第一还在进一步追查，我不太能够接受。我上一次我在现场问，说那个产品是什么时候换的？你们现场的同仁骗我说2017年8月1号。查验合格以后才换上去的，我后来进一步追查，根本不是这个样子根本还没有查验合格，4月的时候东西都已经偷偷换上去现在我在追究的事情是，台电如果按照你们的发言人对媒体所讲的，里面都有内部监督，都有内部审查的机制，还是出现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刚跟委员报告的是有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当然是厂商的部分，因为这些资料、这些材料都是由厂商提出来的，台电公司在这个部分的专业有不足的地方，所以目前我们的施工单位、我们的这个合伙公司目前就这个部分跟厂商正在进一步的在检讨。那第二个部分是因为这个案子目前已经进入到检调在调查的阶段，所以我们现在公司要配合。董事长，我跟你说明一下2个部分是针对检调调查刑事犯罪的部分归刑事犯罪的部分是。但是对于行政上面，台电应该要负到的监督管理的责任，这是我现在质询的重点。是。刚刚我问董事长的事情是说，你们在第一时间，台电的对外发言人告诉媒体说，台电内部有监督审核的机制。我下去看根本就不是这样先当着我的面骗我说2017年8月1号查验合格了以后才换上去，明明就是4月就先偷换的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就我们发言人得到的资讯，是不是我们第一线的同仁给的是错误的资讯？这个部分我们就另外要内部要再调查。然后第二个部分，
换上去了，现在是右手边，你看到照片上面右手边，现在在现场的全部都是右手边的那个照片的产品。这个右手边照片的产品有经过 UL 认证合格吗？有吗？这个是符合规格的防爆产品吗？有经过 UL 认证吗？能不能让我们的负责的处长、江处长来跟委员来说明？可以啊。好，来。这个是 UL 认证合格的吗？跟那个黄委员报告哈，实际上那个工研院它是不好意思哦，请你针对问题回答。这整件事情哦，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犯罪行为。现在我在追究的是台电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处理？右手边现在装在整个大林电厂的这些所谓的现行接线盒的防爆设备，有经过 UL 认证吗？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哈一定要查证，因为什么？我们有去发文给那台湾优利的，不好意思哦，我先请教一下，所以你现在是有经过 UL 认证，有没有还是不知道？不知道。好来，好，我先问第一个问题哦，董事长，结果呢，他们装不合格的产品上去了以后，你知道台电开罚多少钱吗？每一张10万，有2张。来，你看台电开罚多少钱？哦，那是品质，那个没有送审然后去安装，那是程序的2000块。不，现在我的问题哈，是实际上面就在这里。是，当一个厂商他没有送审、没有查验合格，自己换上去了，只开罚新台币2000元，这个会不会太离谱啊？你们当初合约到底是怎么签的？因为这个合约哦，一个电厂哦，它的工项品项真的太多了，它这2000块只是针对没有做过这个程序去做每张2000块，但是针对这个我关心的问题还是一样嘛，是没有经过查验合格的东西，结果他们自己用不合格的东西装上去，然后我要台电回复怎么处理的，跟我说开罚新台币2000元，这根本是在开玩笑。来，第二个，请您看右手边，台电现在是不是要求韩商现代必须要求东元集团去更换了？刚你跟我说有没有经过 UL 认证，你说现在还不确定。来看一下你们台电发出去的公文，依照本处查证的资料，这个产品没有经过 UL 认证，不符合契约规定，请你马上换。这个公文是不是台电发的？这样子啦，跟我一样，因为调查单位给我们一个资料哈，因为刚刚委员讲的那个东西也没有去过 UL 认证，老实说，我们真的不知道。来，我先停一下。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核能火力发电工程处南部施工处发的这个公文，是上面是乱写吗？不是乱写，是针对他现在是我们已经知道他有涂改或变造嘛，我们是针对那个去跟他来，请你看一下公文上面的说明，我红色划线的字念一次好不好？是右边吗？对。未经 UL 认证，不符合契约规定。对啊，刚我不是问你说有没有经过 UL 认证，你说你不知道，但是你们发出去的公文就已经承认没有经过 UL 认证啊。所以我现在的问题是公文乱写，还是你现在在这边乱讲？可能跟委员报告可能有点误会。我们2月14，我们张处长有去那个调查局，好，调查局可能有给你看一个资料。之后再回来才发这份文的。对啊，是，所以上面不就写说没有经过 UL 认证吗？对我们施工处来讲，我们手上没有那个资料。对，那如果没有这个资料，这个公文怎么发出去的嘛？现在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啊？怎么会你发出去的公文今天跟你在国会答询的内容完全互相矛盾？为什么？是今天还避重就轻吗？跟委员不会，我们没有避重就轻。对啊，那所以我请你解释啊，你为什么今天在这边答询的内容跟你们发出去的公文完全不相符合？可能，我来跟委员报告，上次我已经答应你这件事情一定会查得清清楚楚。那有一些目前正在跟调查单位在了解当中。现在我更具体的讲啦，是你们发文要求韩商现代这些不合格的防爆装置，攸关公共安全，全部要撤换。结果有人去施压，说他们不换，东元集团他们拒绝换。来，台电董事长，
你们到底有没有要求我东元没有接集团换到任何合格的东西？的讯息，我没有接到任何的讯息，所以你讲的刚刚的这件事情，我会详细再查清楚。没有啊，那我现在就要你表明态度啊！你到底有没有要求他们把这些不合格的产品换掉，还是就算了？就是这个文一定要换掉。什么时候要换掉？你上面也没有压起一线呐、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怎么我们台电花纳税人的钱，几十亿公共工程，花钱花得很慷慨，不合格的东西要他们换，帮他们缓夹，帮他们缩项，七拖八拖的，涉及到公共安全，这些不合格的产品什么时候要换？上面也没有压期限啊。是这个跟委员报告了，事实上台电不会纵容这个。对嘛，所以你就给我具体的答案，什么时候要换？好，那个事实上至少进口，他们要进口嘛，要下订单嘛。所以什么时候要换？比如说今天今天已经3月，今天还在南部施工的时候还在开会了。那我又进一步消息，我再提供给黄委员可以吗？所以什么时候要换？去年就已经知道他造假了在我开记者会了以后，下去大林电厂看了以后。知道纸包不住火了才要处理，结果你今天还跟我讲，说进口合格的产品还要时间。那现在装在大林电厂的那些东西，公共安全谁要负责？太离谱了吧！实际上这个案子在去年的107年4月调查局介入调查。对啊，那现在我在质疑的台电就是这件事情你们早就知道啦，到现在到今年2月才发函要他换。我今天问你说，这些涉及公共安全不合格的产品什么时候给换完？结果你竟然没有个答案，你要给他拖多久？再拖1年，再拖2年？那现在住在大林电厂旁边的那些居民，在大林电厂工作的那些同仁，他们活该倒霉吗？黄委员时间到了那个主席是不是可以裁示台电什么时候可以回复？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要换？这不是开玩笑的。好了，这个部分呢，你是来和我公处。蒋处长，什么时候要换？是和我公处还是施工处？所有在大林电厂附近的居民都很关心他是在总处啦，那现在这南输处，那你就可以要求南输处要快嘛，定一个期限。好，那个给个期限吧，什么时候？给一个期限。什么时候要换？因为他给他进口了，进口就给他时间了。对嘛？你现在还是站在他的立场上面，在帮他说项嘛？我没有站在他立场。去年不就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了，拖到今年才要处理，然后现在说这个东西进口还要时间，那你把大林电厂附近的居民当什么？可以这样做？我跟委员报告，给我1个礼拜的时间，我跟你回复。OK， 好。但那个时候，2019年我揭发这个弊案的时候，台电跟那个厂商发了一堆新闻稿。在那边骂我，骂完了以后证实我讲的全部都是真的。那民进党基本上面的套路大概就是这样，泼完粪就跑，就先抹黑嘛，先攻击嘛，先泼粪嘛。那等到后来证实你讲的全部都是真的，他们就装作若无其事，装作没有这一回事情，装作没有这一回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早上开了那个记者会，其实一方面我们在关心的是公共安全的事情，我们也想要告诉台电，那个大林电厂整个电厂的标案有几十亿，那里面随便那些防爆接线不合格的就花了好几千万。那你们在做这些工程的时候，可不可以拜托你们稍微认真一点？不仅影响公共安全，结果不合格的东西验收还会过，那是人谋不臧那些不孝的厂商背后是谁在撑腰？那些不孝的厂商背后是谁在撑腰？那你永远不能够，你不能够永远干这种烂事，就弊案一堆，纳税人的钱都不是钱，然后再来跟大家讲说台电要破产了，台电不涨价不行，不涨价台电会破产，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到时候大家通通都没有电用，用这种恐吓，用这种情勒的方式，我觉得真的是够了。我们开完了这个记者会以后，我来带大家看看说我们的台电，这个是他们今天台电发布的新闻稿。他说呢，针对民众党召开记者会质疑台电大林电厂防爆器违规一事，台电表示他们都按照合约规范选用国际标准前面全部都是在讲棒稿，基本上就是在讲干话。针对立委黄国昌在2019年使用伪造的文件，台电当时已经立刻全部更换不合格的接线盒，并在2020年2月25号完成更换作业。当初说我抹黑结果到2024年的今天，终于承认我讲的是真的。但我光看他们这段解释我看了其实感触很深，因为大家会发现，跟台电做生意你只要关系好的话，很好做。为什么我说你跟台电做生意关系好很好做？你有没有发现，用伪造的东西被抓到了以后，台电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就是叫你换一换，你用伪造的东西不合格伪造的东西，结果被抓到以后，台电说啊好啦，你现在被抓到了就换一换啊，然后呢？然后是什么？没有然后了，没有然后了啊！这样子不孝的厂商会怕怎么会怕？怎么会怕？我反正就先胡搞嘛，我胡搞了以后，没有人检举，没有人抓到，就没事嘛。啊，抓到了会怎么样？抓到也不会怎么样，通知你换一换就好了嘛。那下面就是说台电指出8月6号治安署因陈昭之办公室要求有到大林电厂去抽验，那台电会等到最后的检验报告出来，如果不符合就是叫你更换嘛。那依法向承揽商采取必要措施，采取的必要措施是什么？不知道，但是知道的是说，如果这次被抓到怎么样？被抓到就是我会叫承揽商更换。台电皮成这个样子，当初怎么验收的？验收怎么通过的？这种事情都不要有人负责，对厂商也不用就责，叫他换一换就好了。有这种事有这种事弊案一堆，一报再报，反正花的又不是台电的钱，那台电亏钱怎么办？很简单就涨电价怎么办？这些胡搞瞎搞的钱谁要负责？找谁就责？不会有人负责，也不会找任何人就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面临的状况。但这件事情我们会持续的盯下去。台湾民众党不管是党团我相信召之委员他也会负责任的把这件事情持续追下去。大家再冷静想一想这整个过程，大家会不会觉得就很扯？我为什么说这件事就很扯？2019年发生过一次，发生了一次，厂商被抓到换一换就好了。你如果是那个厂商，你会不会怕？你不会怕，继续干。我继续干，反正被抓到，那也只是在叫我再换一换。真的，2019年、2024年同一个电厂台电的行事风格完全没有改变，因为那厂商什么吃定你台电嘛，不敢对我怎么样嘛。那下一个问题来了这个厂商为什么这么嚣张？背后谁在撑腰？这个厂商为什么这么嚣张？背后谁在撑腰？为了搞清楚在这个过程里面谁帮这个不合格的产品，这个二子的厂商找台电开过协调会，出来瞧过事情。我已经请党团发函给台电，把所有协调会的记录全部交出来。那当然检举的人有没有讲？检举的人当然有讲只不过我这个人手上没有证据的事情我不会随便乱讲，因为那厂商什么吃定你台电嘛，